神秘的玛雅文明到底为何消失？美洲的活人祭祀又有多可怕？一期视频带你了解欧洲人到来前的早期美洲世界。在人类浩瀚的文明史中，遥远的美洲曾一度被视为孤立的存在。孤独寒冷的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海洋，将美洲与旧世界的文明中心相隔绝。不过，身处当时已知的文明边界线以外，显然也不代表美洲就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明。恰恰相反，美洲原生的文明独特且璀璨。根据现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发现的化石足迹证据显示，美洲最早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可以追溯到约 2.3 万年以前。活跃在 1.3 万年到 1.1 万年以前的克洛维斯文化是早期美洲的一个典型文化。根据 DNA 鉴定，克洛维斯人有着与当今的西伯利亚人同样的血统。克洛维斯人会熟练地使用各种骨制和石制工具。史前时代的哺乳动物，诸如猛犸象、古风野牛、地懒，都是克洛维斯人的食物。此外，多达100多种的植物也在他们的食谱范围内。早期的理论通常认为，美洲先祖都是跨过了当时还存在的连接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路桥，来到了美洲。但近来的考古发掘显示，美洲早期的移民可能还有渡海而来的，他们有可能是自波利尼西亚或是日本而来。在先进的 DNA 鉴定中，人们甚至还发现了来自欧洲的移民。不过，鉴于当今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人有着更接近的体征，这些来自其他地区的早期移民似乎都被淘汰了。在石器阶段之后，从公元前8000年开始，美洲进入到了古代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期，大多数古印第安人仍旧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使用的工具也与早期的移民者别无二致。但到了古代后期，情况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了，古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开始拓展。他们会利用渔网、鱼钩等新工具进行渔猎作业，他们还会使用捕兽夹捕捉一些小动物。再晚些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农业也开始在美洲出现了。在现今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玉米成为了最重要的作物。未来，这个由印第安人所培育出来的作物将成为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而伴随农业生产的出现，一些固定的聚集点也随之形成了。美洲文明于是开始向着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印加人建立的印加帝国曾是美洲最大的帝国。这个在15世纪初还只是库斯科山区里的一个小部落，在一个名为帕查库特克的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下，开启了快速扩张。到了公元16世纪初，近乎整个南美西部的沿海地区都置于了印加帝国的统治之下。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君主制的印加帝国设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萨帕印加是印加帝国的君主，也是这个国家的宗教领袖。据传，这个头衔的名称来源于传说中的第一代印加君主曼科卡帕克。印加帝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和编撰的法典，但类似的习惯法是有的。印加人信仰印加神话，它是一种多神崇拜。太阳神阴帝是最重要的一个神灵。每年的6月24日，也就是靠近夏至的这一天，是印加人最重要的节日——太阳祭。届时，印加人会奉上农作物和家畜，以感谢太阳神对人间的馈赠。据估计，极盛时期的印加帝国，其人口规模可能会在400万到3700万之间。除了印加文明以外，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也是美洲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最早形成于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的政治形态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玛雅各城邦间存在着复杂的外交关系，他们时而对立，时而结盟，一些城邦也曾建立过地区性的霸权。玛雅文明以拥有美洲大陆最成熟的书写系统和发达的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农业体制著称。玛雅文字是唯一被基本破译的中部美洲文字，玛雅文字中的90%已经可以被我们所解读。在当时，玛雅人会用文字记录很多信息，包括天文、历史和文化等等。记录载有树皮而制成的纸张上的玛雅手抄本是玛雅文明的重要文献。拜西班牙人所赐，珍贵的玛雅手抄本世界上现存仅有3册。在数学方面，玛雅人有着类似阿拉伯人的计数系统，但他们采用的是20进制。玛雅数字由点和横组成，对零概念的引入是玛雅文明在数学上的重大成就。玛雅人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零了，这也让其成为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零概念的文明之一。玛雅人的历法非常值得称道，他们的历法系统比公元15世纪的欧洲还要精准。比如他们的太阳历、哈布历已经可以精确到小数点的后3位。
而能拥有如此复杂和精确的历法系统，除了有造诣高超的技术系统提供的帮助以外，还要得益于玛雅人对观测天体的热衷。他们的天文学是其宗教文化的附属品。玛雅的祭司们会利用天文现象来理解世间规律和预知未来。玛雅人的信仰包含多神崇拜和先祖崇拜，活人献祭是玛雅人规格最高的祭祀形式。先王登基、大型建筑的落成等等，玛雅人就会举办人祭。身份显贵的丈夫，比如敌国的君主，通常会是人祭首选，而身份低微的丈夫则通常会被用作奴役。也如同其他文明一样，兴盛衰亡的历史规律，玛雅文明也没能逃脱。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繁盛时期以后，从公元10世纪开始，玛雅城邦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崩溃。我们目前已无法知晓导致玛雅文明走向衰弱和崩溃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是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亦或是战乱、瘟疫和天灾等原因所导致的。阿兹特克文明是继玛雅文明以后中美洲地区出现的重要文明。阿兹特克是诸多部落的统称，阿兹特克人自称为墨西卡人。大约在公元1325年，墨西卡人在现今墨西哥中部的特斯科科湖建立了一座城市，视为特诺奇提特兰。特诺奇提特兰通过吸纳周边的其他部落，逐渐壮大，并崛起为了阿兹特克文明中最强大的一个城邦。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公元1500年左右的特诺奇提特兰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多人。存在于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的中美洲强权阿兹特克帝国，就是以特诺奇提特兰为中心而建立的一个城邦联盟。这个联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对抗当地的另外一个强权阿斯卡波查尔科而订立的军事同盟。当阿斯卡波查尔科被击败以后，这个三方同盟被继续维持了下去。随后，这个同盟倚仗强大的武力，在中美洲地区开启了大面积的扩张。诸多部落因无力抵抗阿兹特克帝国的武力，纷纷向其称臣。这些被征服部落虽然可以保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但重税是免不了的。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赋税制度，通常是以缴纳谷物、布匹和牲畜等形式进行。也如其他中美洲社会一样，墨西卡人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的宗教是以阿兹特克神话为基础的一种多神崇拜。为了取悦众神，墨西卡人也会开展人祭，而且他们的人祭规模和频率是在其他美洲文明中闻所未闻的。在祭祀典礼上，墨西卡的祭司们会活生生地从祭品身上掏出心脏，将其进献给神灵，随后尸体会被抛下祭坛，被人们肢解分食。而无论是玛雅文明还是阿兹特克文明，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北美和中美文明的中心，但要对比起同时期的欧洲社会，他们还是太过落后了。或许你很难想象，直至公元16世纪末，美洲都没有发明出带车轮的交通工具和冶铁技术。而至于为什么美洲文明相比欧洲文明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有的人认为美洲纵向分布的地理状况、南北较大的气候差异阻碍了物种和文化间的传播，也有的人认为美洲缺少诸如马、牛、羊等可驯化的大型牲畜，美洲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因此受到了很大限制。而包括上述等原因所导致的落后，未来将给这片大陆造成巨大的麻烦。早期的北美虽然没有发展出像印加、玛雅或是阿兹特克这种程度的文明，但并不代表这里就是文明的真空地带。事实上，这里也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文明和社会群体。比如在北极地区，有以狩猎海豹为生的因纽特人；在西部地区，有会建造平顶房屋的普韦部落人；在现今美国东部的森林地区，生活着兼顾农业种植和狩猎采集的林地印第安人；在大平原地区，还有以狩猎生活为主的平原印第安人等等。在北美的一些部落中，有很多都是母系社会，比如属于林地印第安人中一支的伊洛魁族，这里的男人负责狩猎、打仗和开垦荒地，女人则留在家中照看农田和小孩，因此伊洛魁族女性往往控制着社会和经济组织。那么总的来说，北美的原住民社会虽表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但他们也因此显得有些分裂。有些部落之间即使使用的是同一语言，但他们仍旧认为彼此之间不属于同一文明。所以当未来欧洲人开始威胁到他们生活之时，没法有效的团结在一起，也是导致他们无力抵抗白人入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这些肤色不同于他们的白人只是来自另外一个部落而已。而回望15世纪的北美大陆，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单调，但至少它整体是祥和和稳定的。
可这些北美原住民不会想到，正当他们在逐渐完善他们的社会习俗和礼仪之时，一场变革正在他们认知以外的世界发生。而来自这个未知世界的力量，未来将使得他们原先所供奉和祭拜着的神灵或是先祖的庇佑全部失效。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在美洲大陆上演。